当来自西欧的北约观察员亲眼看到上万辆坦克漫山遍野滚滚而来的时候，对作为假想敌的他们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1991年12月25日晚上19时，在摄像机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表情严肃地向全俄罗斯、全苏联以及包括北约各国在内的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讲话。19时38分，所有闻讯汇集到红场上的苏联民众，所有在克里姆林宫执勤的警卫与士兵，以及所有通过电视直播而望得见苏联参议院大楼上的红旗的人们，他们在莫斯科这个最寒冷的夜晚，全都看见了最令人难忘的一幕。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开始，就高高飘扬的镰刀与锤子缓缓下降，最终换上了代表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一个时代落幕了，曾经那个让欧洲瑟瑟发抖的巨大阴影消失了，曾经让美国人也万分紧张，不得不打起12分精神应对的老对手消失了。这个曾经伟大的国家，终究国不复国，分崩离析。回忆曾经的苏联，40多年铁幕下的冷战，让一代西方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那么，巅峰时期的苏联究竟有多强大呢？而它又是凭什么能够造就自己的强大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改革的西欧国家，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的沙皇俄国，空有臃肿庞大的身躯，却因为自身生产结构与生产力的严重不足而损失巨大。这一时期的沙俄工业水平极为低下，粮食在农奴制背景的制约下同样十分短缺。在这种背景下，从沙俄首都彼得格勒传来的一声炮响，迎来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的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功挺过了内部白俄与外部14国干涉的巨大压力。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上台，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第一个5年计划。当时苏联的经济水平在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勉强恢复到1913年的战前水平，但苏联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的现状却依旧没有改变，电力、钢铁、车床、军工等重要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因此，在苏联提出第一个5年计划之初，西方不少媒体都在大肆唱衰。他们声称，苏联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竟然妄想在5年之内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无疑是红色梦想家的空想。但是之后的事实很快就打了他们的脸，在第一个5年计划的宏伟蓝图之下，苏联人民建设祖国的热情空前高涨，发展工业建设的动力堪称巨大。同时，几乎同时期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从美国开始，很快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蔓延到整个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利用西方世界急需向外输出资本的时机，从西方世界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与对应的人才，而这也为苏联工业水平的迅速提升起到了巨大的助力。在第一个5年计划结束后，苏联国内成立了许多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工厂，拖拉机、飞机、汽车、机床、化工等等。据统计，1932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了1913年的2倍还多，发电量则比1913年增加了足足6倍，大量的农业机械被制造出来，大幅度提高了生产力，让大量苏联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不客气地说，苏联的5年计划实现了让苏联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强大先进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二战时期，苏联毫不迟疑地集中大量资源进行工业生产，以满足战争需求。而战场上的巨大消耗也反过来反哺了苏联工业的发展，苏联工业产能快速增长。二战后，苏联又整合了整个东欧的国家，工业资源进一步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8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的工业与经济水平达到巅峰。此时，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7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70%， 而发电量与工业产值也都没有低于美国的 50%。工业的蓬勃发展为苏联赢得了与美国正面对抗的能力，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庞大的历史惯性让苏联国内的工业大量集中在重工业与军事工业上，这就导致了苏联国内工业发展极不平衡，也为苏联短暂的辉煌埋下祸根。说起苏联的军事实力，就算是美国也不得不虚心伸出他的大拇指。上面讲到了，苏联的经济与工业水平基本达到美国总体经济与工业的 50% 以上。而在这种经济差距下，双方的军费开支却是相等的。如果说苏联的工业与经济与美国尚有差距，那么苏联的军事力量则完全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1981年，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来到了它的巅峰，而同期的美国尚未走出越南战争的心理创伤，全球的冷战态势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颇具诱惑力的选择出现在以有限主权论而闻名的勃列日涅夫面前。苏联能否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一举拔除西欧的北约国家，将美苏对峙的前线推进至大西洋沿岸呢？与此同时，美国新上台的总统里根对苏立场十分强硬，这让向来吃软不吃硬的勃列日涅夫大感恼火。于是苏联很快便决定组织一次空前，现在看来也仍然大概率绝后的超级演习。在这场以西方为假想敌，代号名为西方81的演习中，苏联出动了10个以上的集团军，其兵力达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超50万，其中坦克、飞机、装甲车、导弹、军舰琳琅满目，大纵深装甲合成突击战术、精确打击战术、重装突击登陆战术也都演习了一轮。在这次演习中，苏联展现了它强大的肌肉。当来自西欧的北约观察员亲眼看到上万辆坦克漫山遍野滚滚而来的时候，对作为假想敌的他们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军事威慑，而这场军事威慑的推进是如此顺利，几乎完全实现了苏联的目的。在这次演习之后，来自西方的观察员们很明确地得出了欧洲无法阻挡苏联钢铁洪流这一结论，一旦开战，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但是美国太远，苏联太近，苏联人理所应当地认为，当美军的支援来到半路的时候，苏联的军队已经在大西洋的岸边严阵以待了。此外，相信在西北某地，时至今日或许还有朋友能看到孤零零矗立在一片平原上的山包。1965年，为了应对假想中来自北方的钢铁洪流，中央指示有山要挖洞，没山要堆山。于是我国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西北、蒙古、华北等地区广袤的平原地带修筑了众多的人造山。所幸的是，高度恶化的中苏关系最终没能演化成一场全面战争，而这些人造山却被动地留了下来，仿佛在述说着当年我们在面对苏联强大军事力量时究竟有多么紧张。在2000年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所提升，但是据民调显示，俄罗斯民众在普京执政期间对苏联的怀念之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上升。是的，俄罗斯人的特性表明了他们需要一个强势的政治人物作为首领，所以他们怀念的只是苏联时期那般让西方世界打心眼里感到恐惧的实力，而非怀念苏联的社会主义与意识形态。但是在这里有件事不容置疑，苏联之所以强大起来，与社会主义与那个红色的信仰是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谢尔盖曾说过，尽管那个年代生活物资紧缺，人民生活困难，但是在那个年代，人民却能够迸发出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尽管红军战士们并没有从理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仍然为了祖国和人民忘我的战斗。就像上面说过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短期内集中调动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实现了工业化。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还能以每年几个点的经济增长速率一枝独秀。他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让世界知道法西斯是可以被击败的。在那个信仰之下，千千万万的布尔什维克英勇无畏，他们保卫了首都，打败了侵略者，并且在之后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它又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种理想的具象化。这个理想来自马克思与恩格斯，来自共产党宣言，来自巴黎公社运动，来自饥寒交迫的奴隶，来自全世界受苦的人，最后在彼得格勒化为现实。所以是那个信仰造就了曾经最让美国紧张的国家，那个信仰才是最让美国与西方社会害怕的。因为那个年代，世界上每一个存在不公的地方都有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在与之斗争。在巴黎，有人高呼，我8天前向母亲写信，提到巴黎的英勇从未见过如此的奉献，历史将看到真相。他会说，他们拯救了共和国。在西班牙，有人宣誓，我自愿来到这里，为了拯救西班牙和全世界的自由，如果需要，我将献出最后一滴血。在审判庭上，卡斯特罗毫不畏惧，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因为历史将判我无罪。在南美，切格瓦拉说道，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最终苏联还是在冷战中失败了。是的，当苏维埃成为霸权主义的象征时，它就注定会失败。当苏维埃脱离了人民群众时，它就注定会失败。
当苏维埃变成无数个特权阶级时，它就注定会失败。不要钱免费送，俄罗斯领土4次被标上中国记号。在西方国家眼中，俄罗斯前后4次给中国送领土是在拉拢中国为同盟，可只有当事双方最清楚，4块领土是普京在偿还俄方欠下的债。俄罗斯的领土归还事件来龙去脉究竟是如何？为了领土权益，中国做出过怎样的努力？俄罗斯向中国开放远东部分地区使用权一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西方媒体猜测，中俄领土纠纷问题持续多年，如今在俄罗斯进退维谷之际，中国或许会加大力度，彻底解决问题。如他们所言，中国对于争议领土的态度从未改变，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会要回来。但是乘人之危这种事，我们不屑于去做。事实上，通过友好谈判的手段，我们也已经从普京手里拿回了属于中国的4块领土。其中过程最曲折的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共同流经的黑瞎子岛。在1929年之前，这座岛屿都是中国地图上明确的标注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还曾经在这里设置过监管机构。可就在1929年，趁着中国两党内讧、自顾不暇的机会，苏联强势介入，夺占黑瞎子岛，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实控区。原本属于中国的岛屿上飘扬着苏联的国旗，原本安居乐业的中国渔民也被苏联军队强行赶走，不得不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做了军用和民用2个方面的开发。军用开发是建立哨所，派遣士兵长期守。哨所还能成为军事基地的支撑，并且为过往的苏联军队提供一定的补给。苏联人通过海路自北向南行进时，黑瞎子岛就成了他们重要的中转站。至于民用开发，那就不得不提农场建设。苏联境内的农用土地相比起国土面积来说，比例实在不算太大。庞大的冻土层、严寒的气候条件都会阻碍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岛上，这些制约因素都不存在。受到海洋气候的影响，苏联人开辟农场之后，他们的农作物生长就越发喜人，每年的丰收成果也极为可观。为了对岛屿进行持续开发，苏联政府还专门通过政策扶持，引导一部分苏联人来到此处长居，在这里生活繁衍。久而久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痕迹在黑瞎子岛几乎遍寻不见。旧政府的落后和无能，不该由新中国来买单。所以1964年，我们提出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归属权谈判问题。苏联的强盗行为只能暂时改变这座岛屿的使用权，没有改变岛屿的归属权。而且中苏两国也没有签订过任何与黑瞎子岛有关的割让条约，因此于情于理，我们政府都有立场要求苏联归还领土。道理虽然是这样没错，但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苏联这个贪心的国家可不愿意再吐出来。所以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避重就轻，试图引导中国转变话题风向，更想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来逼迫中国放弃谈判。当时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急转直下的阶段，所以中国也不再同他们客气，而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求，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整整5年的时间过去，谈判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也诡异的没有终止。1969年，苏联政府突然表态，黑瞎子岛上的苏联人坚决抗议中国政府的行动。我们的财产被强盗夺走，我们要求对方还回，强盗却抗议我们不讲规矩，这贼喊捉贼之事让懂得尊严为何物的中国人目瞪口呆。中国不气馁，不退让，坚持继续谈判。既然我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那谈判就不能停止。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的谈判方就变成了俄罗斯。普京上台之后，俄方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普京是个人若犯我必犯人的狠角色。西方国家频繁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自然逼得普京内心的天平不断向我们中国倾斜。舔着脸与西方国家修复关系，甚至不惜出卖本国利益，这可能是叶利钦的作风，但绝对不会是普京的行为。远离欧美，他自然需要中国。想与中国交好，领土纠纷又是绕不开的话题。中俄谈判，他必须配合。一直到2004年，关于黑瞎子岛的谈判才终于宣告完结。俄罗斯政府同意归还一半岛屿，所有军民即刻撤出圈出的171平方公里的土地。2008年，一块界碑在这里出现，事情落下帷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拉扯，我们终于取得了初步的成功。2015年，我们还在黑瞎子岛上本国控制的这一边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积极发展生态型绿色经济。除了黑瞎子岛之外，俄罗斯还在之前3次归还中国领土。1992年，俄罗斯刚刚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统治秩序还不稳定，处于前有狼后有虎的阶段。而中国已经稳定了，开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俄罗斯不敢像过去的苏联轻视中国一样轻视我们，相反，
他们还得向中国示好，以期获得稳定的邻国环境。因此，他们将东北边境的9平方公里强占土地归还给中国，也借此和中国达成了关于中俄发展的一致意见。第二次归还，第2年的东部边界的补充协定中有所记录，远东地区的5平方公里土地，他们也答应还给中国。这个地方接近吉林，曾经是我们的东北黑土地。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在计划着与我们开展双边点对点互动，也积极推动高层往来。所以归还领土的举动本质上也是在为他们的建设目标而服务。1997年第3次归还来了，哈桑边境的约10平方公里的领土自此也回归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年发生的2件大事都让我们欣喜不已，一件是俄罗斯归还我们土地，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从英国手里把香港给收了回来。7月1日0点，5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昭示着大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当你获得成就时，身边那些坏人好像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好人。从前那些想方设法也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也成了光荣不当中的一笔。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一共向中国归还了4笔领土，普京也算说到做到，让人侧目。回想起几十年前毛主席为中国领土所做的努力，真是让人感慨万千。那是1950年，毛主席出访苏联，与斯大林展开了一场艰难的谈判。此时的新中国在强大的苏联眼中就是个不足挂齿的小鱼小虾。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苏联非法侵占我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也相当敷衍，常常在谈判中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们极其不尊重。几次碰壁，毛主席倒也不在意，他想做到的事，他就一定能百折不挠。他多次主动寻找斯大林，要求对方正视中国作为平等国家的诉求。斯大林被他烦得不行，甚至还做出了谎称身体有恙，逃避双方会面的举动。管你什么借口，我自有我的主张，这是毛主席的决心。经过5年的努力，我们在1955年收回了旅顺和大连，全国人民为之振奋。此后的中苏蜜月期，因为需要苏联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所以中国暂时退了一步，避免提出敏感问题。到两国关系恶化之后，我们才又摆出立场，把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做完。一寸山河一寸血，荡气回肠的抗争史从来都值得我们骄傲。据统计，俄罗斯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多达150万平方公里，所以即使他们已经多次归还，也仍旧还欠了我们很大一笔债务。收复领土之事，如今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一使命不会因为中俄两国的关系而有所变化。不管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建交国家，还是有着深度利益绑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领土争议都是不能混淆的重点问题。在俄罗斯处境并不理想之时，西方国家预测普京政府有可能会通过再次归还中国领土的行为获得中国更大力度的支持，或者他们会提出与中国结盟，将争议领土变成两国共同开发的土地资源。简单来说，他们会以土地为筹码，向中国交换支援资金或者军工物资。只要中国愿意对他们做出行动上的直接支持，他们就能在归还问题上点头。这一可能性，我国政府不能接受。事实分明，注意边界，这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规则。用中国的领土换中国的物资，这不是规则范围内的正当行为。况且，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从来都是中立，我们不站队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像美国那样用尽手段助推战争。尽快解决冲突，回归和平局面，这才是中国的愿景。至于领土该争取的，我们还得继续争取。中国人民的诉求一直都是俄罗斯必须全部归还中国领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还需继续努力。